好的，那么今天是来自于一个三国战记乱世枭雄啊，听明白了啊，是乱世枭雄，而不是这个乱世英雄。其实这个乱世枭雄呢，也是基于咱们三国战记的这么一个原始的一个版本改编而成的风云再起，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这个乱世枭雄啊。当然，这个乱世枭雄的这个版本呢，虽然说呢是以官方的形式出版，但事实上呢啊，这个严格来讲还算是一个集众人智慧的一个改版游戏。严格来讲，这款游戏呢，咱们这个玩的是原版这个《三国战记乱世枭雄》，但是呢改版的确实也挺好玩的。不过当然呢，这个什么东西咱们都要尊重这个原著嘛。咱们也不管是乱世枭雄的改版，或者是乱世英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啊，咱们还是要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今天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新解，然后呢操作的这么一个随机人物。什么叫随机人物呢？啊，就是说白了，这个就一顿瞎选啊，一顿瞎选。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正常以后的版本呢就会出现有这个问号这么一个选择。当然，事实上这样的游戏选问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吧啊。反正咱们也不是说那种这个对打类，这不是这个 PVP， 而是这个人脑和电脑之间的对抗。所以说呢啊，这个也就是显得我觉得反而无所谓。我挑了一个马超的视频，那这一次呢是给大家这个奉献一个马超一命4剑的这个通关视频。那么一命4剑呢，在乱世枭雄的原版当中呢也是不能4剑的，吃火箭呢必须还是要有一个人配合。啊，这个必须要有人配合。那当然呢，就诸葛亮的话就随便要一个人了。如果要是马超的话呢，就要这个诸葛亮或者是黄忠。当然，咱们先不扯这个不扯这有的没的。也就是说呢，这个4剑呢是伪4剑，也就是说呢，在火箭那个地图当中呢是投币投了一个黄忠。所以说呢啊，这个咱们最终呢也是这个伪4剑。不过不要紧，黄忠呢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帮助，其实无非就是为了帮拿一个剑。因为这个4剑之后啊，这个马超的这个攻击力啊，这个诸葛亮也算上，就是攻击力呢是大幅度的增加。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4剑啊，这个确实是它不是说好像为了达成某个成就，它这个4剑之后呢会解锁这个高级攻击的这个属性。所以说非常恶心啊，非常烂。当然这一次呢，咱们这个新解操作这个马超这个一命4剑呢，主要讲解呢还得是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乱世枭雄的这个系统，以及咱们的这些宝物啊怎么运用，怎么打，包括令。其实你看啊，在这个《三国战记》原版当中呢，咱们有很多玩法，有一命通关啊，对吧？有一命通关，有一命尽血，有这个这那的啊，有这个秒杀啊，有秒杀，有这个速通。当然呢，这个种类非常多，但是毕竟呢是基于这个原版，包括有这个摊分啊，一币摊分。而这个风云再起呢啊，最主要的风云再起就是打分，而这个乱世枭雄呢跟风云再起呢还有点不太一样。其实打分呢在乱世枭雄当中已经不是显得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有很多特色的人物可以选啊，不管是这个马超啊什么的，就是两种特色的人物。同时呢，打分是一个关键，比如说升级，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宝物的这个运用，还有就是这个援军令。就是基本上很多怪物都可以形成援军令的，比如说像这个 BOSS， 或者像一些小兵啊。到后期咱们改版的乱世英雄当中啊，那改版的东西更多了，可以变成什么老虎啊、BOSS 啊，包括弓箭兵、弓箭手可以射火箭啊，这个在地下着火，而且有延迟性攻击，相当于《三国战记2》当中那种这个火技啊，那种火阵。当然，事实上呢，咱们先不解说其他版本。那么这款版本呢，啊，这个打分是主要升级的对象，跟风云再起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联机才有分数，有分数呢才有这个等级。当然，等级呢事实上重要吗？事实上无非也就是5级、10级、15、22、24。这个24也就无所谓了，在后期的版本当中呢，是改成了25，有这个乱世英雄改成了25。当然，这个版本最多就是24。但是呢，24很快，咱们这个主要打一命这个通关，其实主要看的是4剑。对于刷分来说呢，咱们倒无所谓。前期呢，打一打攻击，也就是说刷一刷这个分没什么坏处，因为刷分的话呢，这个导致自己攻击力可以加强。如果你想想，假设是一个20级的这个。20级的马超加上4剑的这个加成攻击，那是非常非常变态的啊，几乎让人感觉到就揪住了。当然，事实上咱们先不扯这个变态以及不变态的事情。那么这一次的马超的这个通关啊，咱们呢这个也就不怎么
太讲故事。这个游戏系统呢有剧情模式，有武将对战，这也是风云再起没有的。这个剧情模式呢，当然就不是武神传说。武神传说呢，最后是多了个武神啊，就可能在菜鸟面前觉得这个武神很犀利。就说白了，还有大脸配合啊，一种那个群体进攻的 buff， 但是事实上呢啊，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伙解释啊。主要呢就是武神传说呢就多了一个这个武神，当然事实上呢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你如果说看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武神跟不是我不能骂人啊，就跟精神病一样啊，这么说可以了吧啊？当然咱们先不扯，这个第一关呢还是刷了不少分，目前是刷了这个1000万。其实正常的话呢，刷分的话啊，如果真贪分，它也可以按照这个风云再起那么玩啊，确实也可以这么玩。你可以看到啊，这是武当派的镇山绝学踢云纵啊，非常恶心。这样的话，进入了第一关的这个 BOSS 界面，咱们由于是现场打的，然后小狼是翻录。也就是说呢啊，它并不是说为了达成什么速通啊，或者说什么这种玩法，它主要是在现场互动，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会浪费一点时间啊，这个会暂停一下游戏，所以说大家伙要理解一下啊。到关键时刻呢，小狼也可以快进来弥补这个咱们在视频网站上观看的这个不足。事实上，很多玩家在留言说小狼啊，你做这个三国，事实上呢，除了拳皇之外，三国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解说的游戏了啊。这个对于小狼来说呢，小狼也是觉得自己啊也是比较高兴啊，大家非常喜欢这个三国。除了讲历史之外呢啊，咱们讲解游戏呢，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多的呀，不是说经常讲历史。你比如说像我唠叨了将近10分钟啊，不到10分钟啊，这个7分钟左右。那么目前来讲呢，都是讲解这个游戏的系统。一命4箭呢，关键是在于火箭，然后是这个投币下来。尾4箭，也就是说投币呢，2个人进洞呢就可以这个吃火箭。剩下的兵箭啊，这个在铝盟啊，兵箭不是在以前的那个冰洞里了，不要天真的认为是在那个冰洞里面，兵箭呢是在这个铝盟身上啊，是要撞出来的啊，而且撞的话还要撞好多下啊。在后期的改版当中呢，甚至你要捡50下才能捡起那个兵箭。当然，事实上在这个咱们乱世枭雄啊，还是比较正常的，还是正常捡就可以。除了这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像这个太阿剑。这个太阿剑呢，也是在正常的这个版本当中，而这个吕布身上的干将剑啊，确实是在吕布身上，不过吕布呢是在这个貂蝉的这个洞里面啊，貂蝉的斧头洞里面才可以打到这个吕布，然后爆出这个干将剑啊，当然也就这么回事啊。事实上咱们先不扯这有的没的，咱们可以看到第一关目前刷到10级，刷到10级的话，马超的攻击啊就变得异常的犀利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小阿斗啊帮忙打。1、2、3，然后再挥空，你可以看到1、2、3，马上1、2、3，这个1、2、3之后呢，第一点接不到，你看啊，这个再往后打，打到一定程度呢 ，BOSS 呢就会强制反击，在 BOSS 的强制反击的过程当中呢，马上就用这个白云贯日取，这个白虹贯日取消啊，就可以了。当然，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受攻击的血还是很多的，1、2、3，1、2、3，前线撞的话有这个。传说中的傀儡娃娃。好了，由于这个红马超啊，它的移动速度特别快，所以说机动性还是蛮强的啊，咱们也就这个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好了，撞一下一个箭头，再撞2下。为了好了，第3下，这跟正常的是一样的啊，正常版本是一样的。打过来之后呢，咱们可以看到最后一点血，要刷分也可以刷分，咱们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没有这个必要了。其实正常来讲呢，这个游戏吧，你要说刷分真是要跟风云再起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说小狼你怎么不解说风云再起呢？我觉得风云再起也是可以拿尾4箭啊，也是可以拿尾4箭，但是风云再起啊，我就觉得解说起来呢，如果很多人认为风云再起，它真正的这个说。高技术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刷分。那你说吧，这个刷分有时候解说吧，你真点是只能讲故事，有的那种视频呢只能讲故事，是没办法啊，特别嘚儿。咱们可以看到他选择走的路线，事实上啊，这个你要拿火箭的话，是不是给人一种要走上面的感觉？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个节奏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拿4箭，那么一会儿呢就是需要找一个小伙伴啊来配合一下。这个也就没办法，但是进洞的这个不是在这里面进洞啊。很多人说，哎，我要正常的话进洞是不是？哎呀，这个附近肯定有密室，然后怎么地？你要那么想，就完全颠覆了你对三国的理解。不过事实上，乱世枭雄毕竟也是一个
官方原版的出了这么一个这个游戏，说是改版吧，不如说是进化版。其实所谓的这个 Plus 版本啊，就是《三国战记 Plus》版本，它为什么变成风云再起？就是说这款游戏呢可以有可开发的余地。然后再往后呢，又是乱世枭雄啊，包括这个后期这个什么盖世英雄之类的啊，当然这个不是很火。真正可以玩的就是风云再起和乱世枭雄。风云再起呢是目前三国里面啊，目前就是说这个可竞技当中的啊玩的人数最多的一个，但是呢玩法最多呢是最原版的这个游戏，由于它 bug 众多嘛啊，所以说玩的也非常多。但事实上，就算它这个怎么样呢，我觉得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三国战记还得是那个可以克盾。啊，可以克盾书啊，力书啊，可以这么说，力书啊，可以这个速通，可以包括秒杀啊，就是还是那个比较火。当然，《三国战记》这个119版本改版呢，也是有很多的改版啊，那不是官方出的了。比如说2012版本，就比如说之前2007，后来升级到2012版本，这个无双噩梦，还有这个天下一统，这也是咱们这个双儿改的。而这个乱世英雄呢，是来自于飞天雪啊，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之前咱们解说这些改版游戏的这个大神。基于风云再起的是这个飞天雪啊，他同时也是改过这个《西游释厄传》。然后这个同时呢啊，我还记得有一个版本啊，他把小狼加进去了啊，就有一个那个骑马那个人是大尾巴狼啊，然后那个还有一匹马是小狼啊，然后给我整的有点懵了啊，你说天天这小狼得死多少回啊？当然事实上呢，这只是开玩笑，这只是就是说为了增加这个游戏乐趣，其实也就是简简单单，如果正常出版本的话，不应该这么出的啊，肯定是不应该这么出的。好了，现在投币这边选了个白黄忠。其实这个选黄忠呢，因为黄忠可以带毒嘛啊，这个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咱们可以看到打过来，然后两个人正在商议一些事情。选黄忠的话呢，一会儿呢进毒屋的地方啊，大家伙不要天真的认为毒屋是在正常的溶洞里面啊，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溶洞呢是在这个夏侯渊门口。但是你说夏侯渊哪有门呢？哎，你这个就整错了。夏侯渊真的有门啊！当然这个必须得吃这个毒蝎子啊，这没招，因为吃了毒蝎子才能防毒，而且只有黄忠才能吃毒蝎子啊。这我这么解释大家明白了吧？啊，就这么回事啊。事实上，在之后的可以换人的改版游戏当中，比如说怎么叫换人呢？啊，比如说练一个招式啊，你比如说这个空中正摇手变成诸葛亮啊。事实上，那种换人的游戏呢，比如说关羽换黄忠，黄忠换陆逊，都可以来回换。那有毒蝎子的话，就可以很多人通用。但是你要吃的话，肯定得是用黄忠来吃啊，增加一个饱嗝。这也是黄忠特地的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的招式呢，不用爆气都可以解锁，比如说白虹贯日，或者说是野马分鬃，这都是非常嚣张的一个体现。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吧，你爆气了才有这个招式，有时候觉得怪怪的，啊，挺嘚儿的啊。所以说小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那个魔张飞，因为魔张飞呢啊，他不用爆气就可以出那个神龙摆尾啊，而且攻击力非常高。但事实上又是跳到了以前的游戏。到目前为止呢，只是给你们讲解一下怎么去拿这个火箭啊，火箭的这个喷雾。好了，直接这个走到正常，咱们不是应该往上走吗？这个黄忠带头走这个毒洞。可是上面那个毒洞没有了，很多人说小狼太假了吧，这个不对吧？我怎么印象当中吃火箭应该是再往上走，然后还能烧一个无名火。这个无名火呢，应该是撞这个夏侯渊才能撞出来啊，撞这个夏侯渊啊。好，咱们可以看到这边1900万12级，这个正常这个版本当中呢，打分升级确实可以，不过分数要非常多。一些菜鸟的话呢，他如果玩不下去，他如果没有这个。就说白了啊，就没有打分的能力，那么他玩这款游戏特别难。这也就是说，很多菜鸟他不喜欢玩这个游戏，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事儿啊，咱们经常不是秋豆吗？一下去 A 那个人儿，可是呢，这里面你要涨分的话，一下去 A 它是不涨分的，你只能说啊，好的，进毒洞。你可以看到这个独门这个地方呢，其实早在以前，小狼就认为，哎，这个地图刚出来的时候有这个地图，然后这个地图这个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密室啊？后来发现真的是有啊，而且你可以看到长得有点像黄宏的这个兵啊，是刚才扔这个土雷这个兵，之前的土雷扔出去之后呢啊，咱们是没有这个好的烧出一本火盾啊，之前是烧那个无名火，现在是烧出一本火盾。
这个咱们正常来讲呢，这个你想想黄宏扔的那个土雷，正常扔出去之后呢，咱们不是这个人不费血，只有炸的时候才费血吗？这里面不是了，这里面开始就扔出来之后打到你身上你就费血，炸你也是费血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好了，进洞之后呢再出来，两边的一个黄钟之剑加上这个就是东西就没有用了啊，咱们这个捡了这个倚天剑，也就是火箭啊，就够用了。啊，传说中的倚天剑啊，好，当然咱们先不扯这个，一会儿呢，夏侯渊 BOSS 就是在这个地图里出来。刚开局123，这个血量目前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血量，然后你再看一下等一会儿4剑的血量啊，那是嚣张的啊，那都精神病一样。好的，白虹贯日直接接上一个空中跳下 A， 往后拉。其实有一种打法的，也有这个前手的打法，但事实上这个利用这个招安撞也是挺恶心的。好，一个小火箭筒打夏侯渊呢，在这个地图当中呢，其实没有正版好打。如果正版的话呢，打这个地图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传说中的这个叫传说中的这个卡兵的这个位置，而在这个地图呢，卡不住兵，这是第一。第二呢，地图比较小啊，比较小，然后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这个角落，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好了，123白虹贯日回身再打兵，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兵是很讨厌的。正常打 BOSS， 谁都知道啊，打 BOSS 的话，如果没有小兵，基本上 BOSS 是很简单的。包括这个夏侯渊，夏侯渊呢，虽然说呢很多地方你打不着他，你只能忍，哎，你等他出，哎，你等他出招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他出完这个招有这个收招时间的时候，哎，就这时候你可以打他了。好了，你可以看到无名火呢是撞这个夏侯渊能撞出来，这个也是经过咱们的这个改版啊，你懂的。好了，包括你像那个铁甲兵，他扔这个雷也是可以砸到你。啊，也是可以砸到你。咱们现在选择用这个普通剑啊，前期的话就是用普通剑，其实用4剑也是用普通剑，因为这个普通剑4剑之后呢，对于这说白了对攻击有加成。这个那攻击有加成的话，你像那种属性剑打完之后呢，只能打1下，对吧？打不了多少下，除非像冰剑呢可以打挺多下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必要。正常用普通攻击就1231234白虹半日啊，就这一招就已经是嚣张的要毁了。一个毒瓶，一个酒，然后毒蝎子，再吃一个包子，这样第2关在这个地图就过了啊！好多人说没看懂，哎，第2关不是还要走什么王平，还要走什么那个，还要有一个定军山，然后有一个这个地图，然后法正，这个走的你要走火箭的路线嘛，就是这么回事嘛。而且你发没发现一件事儿，就你走上路之后呢，你没打一个 BOSS， 那个 BOSS 叫彻底级，反正是你这个东西吧，你研究研究你就懵了啊，研究研究就懵了。当然，事实上咱们先别懵不懵的事儿。目前呢，咱们先看一下这边是第3关，第3关啊，这个没有属性剑，很多人说第3关有冰剑，第3关的冰剑呢是在第4关里面才有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了解。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简单的这个蹭一下。刷分呢，其实我觉得刷分吧，因为为了升级嘛，刷分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刷到24的话再刷分，那就是纯属有点就是无趣儿啊，有点无趣儿。除非是在游戏厅里面，就比如说咱们在游戏厅里面啊，兜里就剩1个币子了啊，然后呢这个穷的就尿血了，然后这个没啥事儿待着，只能玩。然后玩呢，你对吧？你不能玩个1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吧？你就是赖啊！什么时候把时间打到最后才算完事儿？这就是无敌的啊！这是无敌了。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又卖萌，这边又是卖萌啊！装年轻，款小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在这儿呢，咱们就这个不耽误大家时间，然后咱们小快进一道啊，小快进一道。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要快进呢？因为确实啊，这个跟大家伙他在互动在聊天，咱们也就无所谓了啊，无所谓。好了，这个目前走的话呢，第3关它的路线也是不一样的。第3关呢，你像包括你打张辽，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包括夏侯惇那个地图，就打着你就觉得，哎呦操，怎么跟我想象中地图不一样？这真是这样子的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拿倚天剑之后挥出这个火啊，非常帅。好了，再接，最后怼一道，没怼死，看不看见？好了，利用火箭来打，还能再长气儿，看不看见？无限长气儿的节奏啊！当然，这个事实上，这个就无限是有点扯，但是长气儿长得非常多。正常他杀死1个兵是有一个长气儿，但是连招连多的话呢，就可以长好多气儿啊。像这种熊的动物呢，说实在的啊，你说它怕火吗？严格来讲也怕，但是它一下烧不死。
好了，再来这个来一些豹子兵。刷分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无趣的地方。不过事实上，你们也可以学一下，用马超刷分呢，其实就是跳跃上攻击，然后搂下来，节奏一定要稳啊。包括像赵云，但事实上现在啊，打这个风云再起或者乱世枭雄的啊，这个都是有一些像那种前撞那种啊，那种单 A 的那种刷分方式。那种刷分方式呢，并不是很弱啊。包括你比如说用魔张飞刷分，那就非常爽了，那也就是非常过瘾。同时呢，你知道之前咱们做这个风云再起，小蓝也是做了一个这个1币啊破纪录的这个刷分，刷到5亿多。但是事实上啊，说刷到5亿多的话，那是1币，有的地方呢可以用无限兵。你专门为了刷分而刷分的话，看起来就会变得非常无趣啊，真的是这样的。当然，目前为止呢，咱们还没有到15级。如果到了20级的话呢，咱们这个如果加上4剑的威力啊，那可真是啊，打人的时候你看那个血的不是成块掉，是成片掉啊，真的是看起来就非常疼。这个就是先拉出怪来，然后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这个分数最大化啊，撞出来一个料。好了，再跟，还能再接一下。哎，好了，升级到15，这样的话长一个血格。咱们可以看到，这个15级之后呢，攻击力还是有一定的加成。阳平关，看从这个上路地图上走呢，你会发现，哎，怎么又懵了啊？直接就跳过了梦幽，然后呢，来到阳平关啊。更恶心的事儿呢，还不止一个啊。但事实上，这个说跳过就跳过，前几关真的是挺快的啊，真的是挺快的。好了，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是暴气打的话，一般是打不死啊，所以说暴气可以连分。在最开始的版本当中呢啊，这个有一个版本的这个暴气的话连招是没有分的啊，也是有一个小 bug， 不过这个后来就给圆了啊，后来就给圆了。其实，在咱们三国这个游戏当中，在后期的就不能说后期的游戏厅，就好比在小狼家乡的游戏厅，好像真的就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改版的《三国战记》。就算是有，你比如说像这个《三国战记2》啊，那个就不是改版了，《三国战记2》和《三国战记2P》。改版《三国战记》是在出了千机变之后，很多人说千机变什么意思？就是一台机器，它有一个硬盘，里面装了很多的 ROM 啊，装了很多的这个游戏内容啊，也说白了就是一个模拟器的感觉啊，一个模拟器感觉。它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其实对于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三国战记》最原版这个版本呢。后来我是在网上啊才真正知道的。风云再起呢也有很多地方有，不过由于风云再起玩着吧，它可能看起来就怪怪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技术层面上风云再起是很高，可是玩着吧，发现这个自己菜鸟不愿意玩，觉得没啥意思，因为菜鸟对于这个连招的这个系统啊还是理解比较浅。啊，就是所以说没什么办法。好了，这个这里面的冲车里面有很多的宝物啊，都可以捡的。其实，在原版当中也是有宝物的，包括有什么天师符，这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宝啊，咱们就不做过多解释。然后马上一会儿是这个夏侯惇，你看这个夏侯惇挺嘚儿的啊。其实呢，不得不说，夏侯惇是这款游戏当中确实是最嘚儿的一个游戏啊。哎呀，好了，这个你可以看到打他呢，几乎啊都是不用什么力量的啊，确实嘚儿到爆。好了，一顿撩，你可以看到他起身呢，就是练一个打不着人的招式。哎，这一下。他也就这个翻天斩，就是风火轮这招啊，无敌风火轮这招呢，能有点威胁，但是你躲开呢，它是一个直线的，顶多它就再窜回来。所以说这个 BOSS 呢，我个人觉得还真就是最假的，而且他还能被卡住兵，所以说你看玩着吧，就觉得这个就是他是又送分又送气儿啊，你看，而且还又送血，基本上他是打不着咱们多少下，除非是你想让自己被打着，而且你看就几乎就是戏耍。他还没有什么好的防御的招式，就不防，你知道吧？他没有防御的招式，他不像夏侯渊啊，特别嘚儿的节奏啊。好来再登，最后一套基本上差不多。哎，他没这么连啊，再怼不追力。
好了1-2，最终呢是直接给踢死。这个吧，想想还是挺嘚儿的啊，想想还是挺嘚儿的。好了，这个目前呢这关还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哎，不想吃分啊，看得出来。好了，为了这点分啊，为了这点分，还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也是真正给跪了。好了，然后再次进入地方。进入到这个地图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因为走的路线不一样呢，咱们还是可以看到辽哥的啊，可以看到辽哥。但事实上，你看啊，多假！这个3个铁甲兵在睡觉，然后胖子醒了，怎么可能呢啊？这个让我觉得真心有点怪。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勾引一个过来，老猥琐了，勾引一个过来，然后呢，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一个一个连。咱们在这儿呢啊，就没有什么必要这个看了。好了，把这帮小兵先打死。当然这个地方呢刷分也是不错，刷到17级，进入到了这个上方这个宝物。这里面呢，说实话啊，想要刷蝎子也是可以刷分的。但事实上呢，这个咋说？你看，打一个下蹲，然后呢再起手连几下，这边还有一堆蝎子。但是呢，这样的话只能连一个啊，只能连一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边还是有蝎子。一个下蹲就打死了17级，然后呢出这个洞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卡兵，跑出去的话可以再跑回来。好了，里面有个小包子。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吧，玩这个马超，他这个空中一个劲儿叭一顿踢，感觉这个是不是太假了啊？怎么违反物理学？其实正常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你说马超啊，本身呢他就是一个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马上英雄，让他拿着剑也就算了，然后这个逼样啊，我感觉真是大块头与大智慧啊，这个真是这样，穿个草鞋啊，穿个草鞋。好了，卡住兵，然后一会儿跑过去的话，还有这个机关装置。啊，这个装置还是有的，咱们先快进一下啊，然后呢，这边呢是有卡住兵的节奏，下来一堆这个普刀兵，然后马上是飞沙走石。哎，这个兵卡住之后呢，只要再打死一个铁甲兵就可以了，这个基本上还是没有改的。咱看辽哥一下来就是粉色的啊，这个粉末啊，粉末辽哥啊，然后这边更变态的事儿来了。之前为什么没跳过那个梦幽？哎，这会儿梦幽来了。梦幽在这个地图当中是传说中来了一个双 boss， 所以说呢啊，这个你们没见识过的变态呢啊，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事实上也可以先打死这个梦幽，因为梦幽确实你在哪个版本当中，梦幽都是一个非常傻的 boss 啊。在第3关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傻的。你看这个梦幽，哎，不过你们先注视一下刚才他的攻击力。你们看一下刚才那个攻击力啊，看起来好像是挺多，其实等你看到4件之后啊，那是真的，那是真的，这不是梦，一步两就真的是一步两步的节奏啊，老疼了。一个毒镖起手，直接先打死，打死他之后呢啊，咱们也是为了解锁一个成就的节奏啊，其实没什么。你看有一个这个援军令，这个令牌呢，其实孟获的这个令啊，就说白了，孟获、孟幽都一样，这个孟获的令啊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嚣张。他这个令牌呢，这个在打一些某特定 BOSS 的时候啊，是非常好用的。你比如说玩那个乱世枭雄，玩那个正常的武将争霸，武将争霸打通关之后呢，马上就跳到真英雄，也就是一个人打2个 BOSS。那种情况下呢，不要以为很简单。如果你有令的话可以用，如果没有令，打真英雄真是挺难的啊，真挺难的。好了，1-2下扣回身。这个正常，你看啊，像只要单挑 BOSS 那就没谁。刚才呢打2个 BOSS， 别看2个 BOSS 都挺嘚儿，但是你打2个 BOSS 呢，就必须要用一些道具，比如说毒瓶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飞镖啊、毒镖。但是你单挑一个 BOSS， 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有很多破绽，他会主动的卖破绽给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左右一撩，然后再躲开找这个机会，1-2再怼，咔咔就是不控制啊，这就没谁了啊。好了，你看换成了这个援军令，这种援军令呢，它就是这个跳就是这招，跳完之后呢单 A， 然后可以再接，这招呢攻击力非常的高啊。很多人说这个这么玩这个是不是太赖了？其实呢援军令也是有数量的，而且呢援军令的时候呢被攻击啊，这个机会是非常就经常会被攻击，所以说你没有什么办法。当然咱们事实上呢这个，咱们事实上来看一下这边的大
大夷石荆州。这一关呢是可以获得兵剑的解锁啊，也就是传说中的兵剑。这个兵剑的话呢，是要在吕蒙身上咱们小快进一下啊，然后呢，这个不耽误大家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小狼呢也不是说这个不给你们看完整。为什么要快进呢？其实剪切更好，但是剪切的话，很多人认为不是这个第一时间打的，我就快进一下，不是这个，就是好给人一种好像拼的感觉，其实不是拼的。大家都知道，像那种官方出的原版游戏，其实真的没什么难度，除非是你挑战变态，它没什么太大的难度，它不像改版有那种变态的难度。你只要知道啊，咱们中国的玩家啊，玩这种类型的游戏，那世界的1等1的啊，那是没说的啊。说研究啊，基本上没有人比咱们中国玩家啊，比咱们国家的玩家呢研究更透啊，包括一些 bug 之类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因为今天呢也没有想要讲故事啊，讲到这儿呢，主要是为了跟大家讲解这个4件。有的时候吧，跟4件没有关系的时候，包括4件拿到手中那个攻击力，有时候咱看不见吧啊，这个你说吧也说不了什么。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讲这个马超的故事。那么之前讲解过马超，其实啊，这个很多人都看这个《三国演义》都看得非常惯。小狼呢以前也是根据《三国演义》为主线来讲解马超的。其实呢，如果按照我说的话，马超呢在对于这个《三国志》里的讲解呢，其实是马超呢是他背叛了这个曹操，所以说害得自己的父亲被杀，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凉，也就说白了就是凉州啊，包括就所谓的西域那边，因为这个咱们中国古代的版图啊，不管是这个汉朝还是唐朝还是清朝，对于西域这边都是非常重视的。非常重视的啊，这个西域呢，这个咱们现在呢就叫新疆这边啊，这叫新疆、青海什么的啊，然后之前叫西域。这个凉州啊，就是说白了，就跟这个就是北边是北边是这边凉州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再往西南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西羌族。但是咱们先不说羌族的事儿啊，咱说这个凉州，马超呢他是凉州出身。你看这个西凉出身的人有很多，你比如说像董卓，哎，他就是从西凉出来的啊，就是西凉军阀，最终也是获得政权的最高统这个领袖。虽然说最后呢是被弹劾掉，被整死了。而这个当时呢，这个曹操呢啊，他这个平定北方之前呢，你看他是占吕布，占袁术，最终呢是赤壁在打这个袁绍。最终呢，袁绍这个败于这个曹操，曹操又北征乌桓，也就是说这个反正就是最终呢平定了北方啊，外患也平了。但是有一个呢，最开始呢是不能说投降，就是归顺了这个北方王朝，也就是这个西凉。但这个西凉凉州这帮人啊，这个雍凉之地啊，这帮人呢，就是经常就是他不是不服管教，他名义上是归顺你，但事实上呢啊，还是拥兵自重。就是说呢，这个我呢是你的臣下，我可以向你进马匹，你呢要给我一些军饷，就跟这个藩似的，藩王似的，就跟后来这个什么这个吴三桂这个藩王似的。但是呢，这个有战事的时候呢，这边西凉呢，如果有好处就上，没有好处他就不上。不听指挥的军队，你觉得曹操他能留得住吗？但是事实上呢，为什么不听指挥呢？因为这个社会动荡不安，每个人心里都不是很稳，只有把兵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身上才可以。这个马腾呢，最开始也是这个，咱说也是讨董卓，后来呢，这个马腾呢啊，也是这个跟马超、韩遂。其实这个韩遂，很多人说韩遂跟马超不是两个人这个后来打曹操吗？最开始这个韩遂可是跟这个马超这个家族有仇的。啊，应该说是有仇的。韩遂跟马超这个家族是有仇的。后来打曹操，你看这个马超这个人，这多横的主啊，他没招啊，他就跟这个韩遂就是有仇也就是咱说啊，没有永远的这个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当然，事实上呢，后来这个战败呢，最后呢也是输给了这个咱说这个是输给了这个曹操。其实那场战争呢，不管是割须旗袍还是怎么讲，真正的《三国志》里记载呢，是这个马超这方呢是损失严重。后来呢，你看啊，到这个三国后期的时候，就是这个魏蜀就是蜀汉，它是传说中叫后汉，其实叫蜀汉。这个汉朝，然后以及这个
对吧？后来这个传说中司马氏掌权，就不用司马氏吧，咱就说曹氏掌权。最开始大将军曹真啊，司马懿这个对吧，也是开府，曹真呢也是大将军。但是事实上呢，你说啊，当时那种情况呢，诸葛亮数次北伐，那个时候这个凉州就已经平定了。如果没有曹操当时的这个努力的话，不能说努力啊，就必须要我平完北方，我把北方全部平定，西北我也要拿下。西北也要拿下，这个要不呢？这个当时如果要是还是按照这个当时那种治理的方式，那么蜀人很可能就会因为利益联系这个凉州反叛。后来呢，虽然说也有一定的，就比如像那个郭淮，但是让那个郭淮也算是一个人才啊。这个是虽然说这个郭淮呢后来也是丢了不少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貂蝉，这个赵安壮的节奏暴气啊，前线撞。啊，不是赵安壮啊，就是暴气前线撞。哎，这个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正常这个地方呢，确实看起来好变态的样子啊。这个我还以为用赵安壮了呢。这个正常来讲的，好的，这是赵安壮。正常来讲，赵安壮呢是要撞这个兵剑时候用的啊，是要撞兵剑时候用的。咱们可以看到上面是有一个曹操这一关呢是有兵剑，但是兵剑之前呢先是这个电剑。这个电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正常你打这个吕布不应该在幻境里打吗？其实吕布呢，在这个貂蝉屋里有。你想想这个多乱啊！这个设定，为什么貂蝉的屋里面一定要装着一个吕布呢？完全理解不了啊！这有点太假啊，好假。吕布这个貂蝉呢归顺了这个关羽，然后还养小白脸啊，这是真事儿啊，这是真事儿啊。刚才讲故事讲的有点入迷，到底是怎么撞的这个貂蝉，我还是没看清楚。不过咱们先不管他看不看清楚啊，这个目前呢，反正就是暴气前沿撞，这个呢伤害也是非常多，最终呢是给这个貂蝉直接撞死。好了，无名火扔出来，身上呢是减少火焰伤害啊，这个无名火。而且呢，可以这个就是说白了，这个可以这个破冰。好了，打死过来，然后吕布，哈哈，精神病啊！这个笑声我感觉都无敌了啊！其实吕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他这里面设计吕布还不是很厉害，单 A 一个叉，然后单 A 转身再一个叉，这个是很恶心的啊！再单 A 还可以再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援军令多变态。你只要会用这个援军令，你玩五键模式就没谁了。一个顶撞，最后直接顶死，回身再 A， 嚣张的要毁，然后可以变回来。这样的话有干将剑，还有和氏璧。和氏璧呢也是要必吃的，因为和氏璧呢也是要在这个倒数第2关血战夺荆州啊，在这里面呢是要获得这个太阿剑，4剑一旦达成，那攻击力那真是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这是真事儿啊，嚣张的要毁。好啦，可以看到啊，这个还是刷了一顿的这个所谓的干将剑啊，这个嚣张的要死。但事实上，咱们先不管这个怎么回事儿，你可以看到目前这个一会儿的吕蒙出来，吕蒙身上那个兵剑啊，一般人你还不会撞的。你要撞这个兵剑啊，不像诸葛亮那种类型的人啊，这个你撞的话，这个好撞。这个马超是不好撞，所以说咱们尽管来看一下这个马超是怎么撞的啊。情况呢，也就是这么个情况。好了，这个慢慢来。剩下一个这个兵，咱们稍微快进一下啊，稍微快进一下。好了，这个 BOSS 出来了。但是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啊，咱们就不由得说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刚才讲那个故事，咱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也是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 BOSS 啊，叫曹彰。这个曹彰正常也是在第3关能出现的一个 BOSS， 咱们可以看到，好了，果然是赵安壮，然后这个定住之后呢，连续的斜线撞，你可以看到啊，直接撞，但是这个呢血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呢，9节杖没有必要去选。兵剑呢，由于它不会消失，所以说呢，等到之后再吃也无所谓啊。鱼鳞一，然后捡起来。这个鱼鳞一的话，怎么说呢啊？鱼鳞一呢，就是这个为了就是说白了隐身嘛。好了，捡起来，最后其实刚才一个隐身一的话可以捡回来的，但是没捡成功。
好了，这个已经吃了冰剑，如果再加上这个太阿剑的话啊，那么基本上就没谁了。然后一会儿呢，除了这个曹彰这个特殊的 BOSS 你看不明白之外呢啊，一会儿还有关你也看不明白，老嘚儿了啊，老嘚儿了。不过呢，咱们先不扯，因为这个游戏呢还是有路线的选择的。你走了有的路线呢啊，另外的路线就没有了。如果你走其他的路线呢啊，这个路线就有了。所以说呢，这个游戏呢还可以选择路线。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利用这个暴气的这个超必杀，一个小金猪打这个吕蒙啊、张辽这种类型的人呢，费血是非常多的。先把吕蒙克死。可以看到啊，有这个小这个小宝啊，有的时候用起来呢，虽然说打血不是很疼，但是毕竟呢，就是咱说啊，这个咱们没什么，就因为它是飞行，它是道具啊，所以用起来也就那么回事儿，该用就用，反正也不用也浪费，捡起来也那么回事儿。其实我倒觉得像这些小箭筒啊，肯定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没有火的话，连招比较好。小箭筒，但是小箭筒不像那个。它不像那个金珠可以穿透，小箭筒是不能穿透的，所以说没什么办法。好了，打这个曹彰，1、2、3，再1、2、3。好了，这个你看，你到现在你看啊，这个血量还是很少。你别看他已经19级了，但是就是各种少血，没招。好了，反摇这个上下手过来，直接的一空中一个坐地，嚣张的要死啊！这样啊，还有一个援军令，但是。也就没有必要吃了。其实你看那个孟州那个援军令啊，玩好就已经是无敌了。这样的话呢，咱们看一下这个3剑已经到手，天下就快我有了吧？传说中的3剑到手啊，真的是这个给贵了。好了，直接到了一个血战夺荆州，然后你会发现，哎，不对呀，不对呀，小狼，这个对吧？你们就是我估计你们肯定是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哎，我觉得咱们不是有一个。这不是有一个叫做火烧连营的这个吗？啊，哎，你对呀，你就想错了，就是没有，哎，就是没有。所以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嚣张的要死啊，你确实没招啊，就是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直接呢，咱们可以看到，从上方的密室里面直接进入到了这个荆州城，然后呢，连这个许褚都跳过了，我勒个擦！所以说这样的游戏，你看起来，哎呀，就是觉得好像，哎，这我是不是进错动画片了啊？但事实上呢，就是这么设计的啊，就是这么设计的。好了，可以看到一会儿呢，就是有这个太阿剑，这个简称太二剑啊，这个太二剑呢也是非常嚣张的。这个拿上之后呢啊，有爆属性。不过呢，咱们先别说爆属性，你拿完之后呢，你再看马超的攻击力，你再看，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啊，那真是啊。那给贵了，那就是高低让你忍受不了啊！这是真的啊，这不是梦。好了，当然咱们可以看到，一会儿呢就可以进到这个密室。1、2、3，好了，顶回来。马上呢还要在这个进入上方的房间才能进入这个密室啊。然后咱们再说什么呢？咱们再说这个就是这个马超嘛啊，这个很多人说马超这个后期是怎么样的？马超前期的时候吧，他确实是这个没办法，他归顺刘备呢啊，他不是说报仇，因为马超跟刘备他是一号人啊，反复无常。刘备不就反复无常吗？今天投靠你了，明天投靠他了啊，就这么回事。马超也是，但是呢，刘备这个人呢，肯定比马超他是要英雄啊，对吧？刘备呢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马超呢非常的这个。知道这个马超非常就不能说恶心，他知道马超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他利用马超呢，这个连接这个西羌，同时呢，这个利用马超呢啊，对于这个张鲁以及曹操的这个作为威胁，用马超呢拿下这个成都，最终呢获得这个入川的这个力量，因为马超是一个多横的一个小军阀，这么厉害的一个军阀归顺刘备。你想想，那刘璋不得怕的要死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马超归顺刘备之后呢，前期是没办法，这个政治原因呢是给他封了一个非常大的将领，一共4个人，除了赵云五虎将，除了赵云就是马超、黄忠，然后关羽和张飞，那这个什么前后左右啊，前后左右，然后这个后什么之类的啊，后将军是这个黄忠，再往上呢车骑，然后呢这个车骑将军啊，标记将军啊，然后再有大将军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刘备也没有，他连王都没称，他后来才称之为汉中王嘛，因为之前呢他是称益州牧，然后后来称这个汉中王。好了，
咱们可以看到身上闪光，看不看见？打的时候身上闪光，4件这个达成，传说中的4件啊，那真是嚣张的要死啊！这就没谁了啊，这就没谁了。好了，那么4件之后啊，给你们看一下解锁之后的这个马超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个刚才咱们还是没说过啊，没说完这个马超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马超呢啊，哎，刚想说，这个马超后期啊也是不被重用啊，没办法啊。这个当然，这个刘备也是没有带他去干什么招。咱们可以看到，你看没看见？这是一套招啊，兄弟们啊，一套招就这样似的，实在是有点让人理解不了。2套直接就死。就是这么任性啊，就是这么任性，有钱就是任性啊，没谁了。好了，这个换到这个黄盖，黄盖呢，你别看他那么嚣张，他也是这么个主啊，说死就死的主啊，真是没谁的啊！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好了，咱们看看一会儿呢是坐等一下这个。坐等一下这个小兵，咱们不去管他，快进一下啊，因为这个有点微浪费时间，所以说这个没办法。Go go go！ 好了，出来之后，咱们看这里面是有2个 BOSS， 一个陆逊，一个黄盖。因为陆逊呢在那一关是没打的，咱们看这一个放了这么多血，一个太平清领的血是非常多的啊。这个尤其是你看那黄盖都已经快没血了。攻击力就是有加强，123，在最后一点，好的必杀做取消，然后接上下啊，这种感觉也是真心碎了。回身再一个土雷，好的直接烧死，那他死了，黄盖也就不远了啊，也就不远了，这就没谁了。好了，坐等一下这个盖哥。回身 EA， 目前呢，你看你只要换成普通剑，你看这个血量，你是真看不懂啊！我就觉得这个4件确实是变态的要死。严格来讲，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不过咱们看一下最后一丝血，最后呢还是用元军令一刀捅死。然后呢这关就结束，马上就将是本次视频的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呢，由于有4件，还是嚣张的要毁啊！咱们就不做对吧？不做过多解释了啊，确实是。太嚣张了！当然，这个咱们看一下最后一关呢能发生什么事儿。在片尾的时候呢，说这个马超不受重用，其实也不是，他不是不受重用啊，他是没法再用，因为马超呢，他不是说想着反叛，他最开始有他自己根部的力量，结果呢，那个力量呢，这个有一部分人投降了这个曹操，就是庞德投降了曹操，而马超呢，这个弟弟马岱呢是深受信任和这个重用，有的时候官不在高。有权就行，啊，这把兵不在多啊，有能人才行。这个马超呢，就是有这个名号，但是没有实权。相反，马岱在中后期的时候，在这个刘备死后啊，是非常得到重用。而且这个咱们这么说吧，这个说这马超呢为什么不受重用？因为他也是有点微微反复无常，他也是投降这个投降那个啊，不服这个不服那个的。然后呢，这个马超呢，后来也是郁郁而终。当然，这个马超这个人也是病死的，也不是说被人迫害致死，也算是这个善终吧啊。但是，唯一缺点就是马超这个人呢，虽然说没有想称命为天下，他是不想听命于任何人，他不想说好像我这辈子我想当皇帝什么的，但是他确实是说不想听命于任何人。可是呢，到最后他还是听了这个刘备。结果呢，刘备呢不能说坑了他吧啊，最终呢最起码他家族还是不错。那所以说野史当中马云禄对吧，也是这个嫁给了赵云啊，这个当然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玩意儿咱谁能说得准呢？是不是啊？反正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当然咱们先不去解释这些有的没的啊。那么这个最后一关呢，咱们看一下刚才的一个小 boss 啊，叫做这个。曹丕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山屯子那是传说就是魏文帝啊，魏文字的啊。这个魏文帝曹丕呀，他这个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他死的也是有够憋屈啊！好好的一个江山啊，说死就死，
就跟我感觉，他就跟什么似的呢？他就跟这个吴国之前的将领似的，说死就死啊！这个包括他儿子魏明帝这个曹睿啊，再往后呢，曹芳、曹奂那就不用想了，那被人给掌控了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是司马昭了。所以说，我觉得曹操这么一个犀利的人，到最后啊，战胜过吕布，战胜过刘备啊，当然后来也被刘备打败过啊，战胜过这个吕布，战胜过刘备，战胜过袁术，战胜过这个什么。陶谦呐，什么包括像是袁绍啊，到最后呢也战胜过马超，也战胜过这各种各样的人，乌桓呐，包括这个反正这个就是种种类型了啊，种种类型吧。可是呢，你整了半天啊，最后还是死的不明不白的。死完之后呢，儿子当皇帝，孙子当皇帝。刚经历了第4世，然后就被人掌控权力了啊，没招了。而且他最憋屈的事儿是什么呢？最憋屈的事儿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攻击力，看没看见这个攻击力啊？没谁了，像仙人撞，最后一下就能 A 死。哎，这一下不行啊，这个追猎再3追，他这个刚才啊确实打得非常疼，下蹲那一下非常恶心，可以接一个前手。这个就是4箭的威力啊，4箭之后嚣张的要死。这个他临死之前呢，是跟这个曹丕说过，说不要重用司马懿。这个曹丕呢啊，这个临终托孤，托的是谁呢？托的也是这帮人，但是司马懿呢也是其中一个啊。所以说，但是说托孤吧啊，这个魏明帝呢还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啊。这个人算是除了好色，还有喜欢好大，还有喜欢这个建筑之外呢，就喜欢盖房子啊。这剩下其他也是挺好的，但是再往后呢就没谁了啊，那就精神病了。当然，咱们说到马超的啊，这个绕到这儿呢也是不太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不是专门给大家伙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难免有点这个有点闷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能理解就好啊。咱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呢是传说中的最后一个关底，但是记不记得刚开始我跟大家说过，最后的关底还有一个关，就是武神。啊，武神其实武神用曹操来做武神呢，其实非常靠谱的，因为曹操毕竟是武帝嘛啊，咱说这个魏武啊，魏武，然后再魏文，这是后来追认的啊，后来追认的。好啦，这个目前也不是浪费时间，20级的马超，这个你看，所以说到后期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刷分了，前期刷分呢是很有必要的，大家伙呢也能够理解啊，也能够理解。好了，可以看到这边1、2、3。你可以看到这个伤害啊，这个4箭是真心给跪了。其实打的话呢，用爆箭为什么就不过瘾呢？因为爆箭呢啊，打完之后它要叮叮哐哐出来这么几下，所以说很嘚儿。好的，再来。哎呀，这是有点装了，他不如一套直接把对方打死，有点扯啊。最后是一个飞轮海。直接飞死了，当然这个刚才其实还有点装逼啊，有点装逼。死了之后呢，应该是会给9于林一。好的，在这里用了金盔要掠，然后呢吃补，非常聪明，反正不放白不放。小卡一道兵，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单挑这个曹操，但是你看，你由于有4箭的攻击力啊，那真心是没谁了。咱们先看看这个把宝全浪费光。好了，这个快进之后，咱们看一下啊，这个传说中的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曹操啊，马超单挑曹操，割须弃袍。这个时候呢，咱们看看回身啊，你早放于林一啊，小伙子，一个爆气，一套招打了，这个当然不是一套啊，这是正常的这么一套，1、2、3取2，1、2、3，1、2、3。你看这个一个小金桌，再来。这个血成吨往下掉啊，这是真疼啊，真心疼，这不是假疼。好了，一个督标起手，1、2、3，1、2、3。哎呀，可惜刚才那几下，这个你看破防这个攻击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快。最后再白虹贯日，攻击力疼的要爆。好了，最后这个传说中魂儿走了，把这个曹操带到了一个不毛之地，然后咱们也是跟着闪光啊，然后进入到了。传说中的武神领域啊，武神附体，看没看见啊？当然呢，你们可能感觉到这个武神嚣张的要死。不过这个当你们没看过我说过这句话啊，4玩写武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你们看啊，
哎，呀，是这个。然后，传说中的武神，我咋想的啊？这他妈武神，这真憋屈！大脸，好了，这个刚出一团火，但是烧咱们一下，但是也没谁了啊，就直接被克死。多嘚儿算嘚儿吧？你说多嘚儿算嘚儿吧？啊！当然，咱们先不扯了。那么今天呢啊，也是这个挺无聊的。做这个游戏呢，说实话呢，这个有点系统性的讲解呢啊，也是不是很保险。小狼呢也是这个半着调不着调的，讲的故事呢讲的也不是很完全。但事实上呢啊，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好长时间没做视频了，这两天是做这个拳皇的一个电影版，就把拳皇做成电影。可是呢，这个一是他只有一个人，就我自己一个人办，这是第一。第二呢啊，这么大一个工程，我确实要做很长时间，所以说今天实在是这个抽出了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个三国。过一会儿呢，可能还要再做一个拳皇，所以说就是很嘚儿吧啊，就是很嘚儿吧。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就好了。那么以后呢，三国呢，我也会抓紧做几个好的作品，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好了，今天废话也是不多说，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小狼的解说，咱们下期再见。